美国富商被人套路，连续喝了4年核废水，最后他的脑袋破洞，身体腐烂，癌细胞扩散，骨头腐朽成蜂窝。更离谱的是，最后他死后埋在土里，还能在土里发光。就在昨天，日本开启了他的核废水入海计划。今天就带你们来看看日本人最后会把自己整成什么样。当然，这还得先看看这个美国富商的下场，而这还得从我们小学课本上的居里夫人的故事说起。1898年，居里夫人发现了镭。读过书的都知道，镭是一种有着极强放射性的元素，不仅能杀死癌细胞、治疗癌症，也能破坏正常的细胞，引发癌症。那个年代的人对放射性的危害并不了解，只是觉得这玩意比隔壁老王头上的绿光还绿，非常炫酷好玩。于是当时一些大聪明开始制造夜光杯、夜光手表等物品。直到有一天，居里夫人在研究镭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的双手竟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有脱皮的情况。但是并没有溃烂，于是居里夫人便把这一消息直接公布出去。这个时候，一些黑心商人直接抓住了商机。没过多久，一款含镭的香烟上市了。该款香烟的厂商称，这款产品含有微量的镭元素，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。男人用了可以强身健体，女人用了可以年轻10岁之类的。反正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广告法，就是各种吹。一时间，这款香烟直接被捧上天，刚发布就供不应求。而这正好中了厂商的下怀，直接坐地起价，一下子就赚得盆满钵满。一时间，所有的商人都开始研究怎么提炼镭，并试图添加进自己的产品里面。瞬间，市面各种含镭的食品、日用品，甚至还有化妆品都纷纷上架。有病的想靠镭治病，没病的也想找点病，预防癌症。更离谱的是，女人将含镭的身体乳涂满全身，希望能够像居里夫人一样脱皮，把死皮脱掉，让自己更年轻。当时有一个叫威廉贝利的商人提炼出了含有镭的水，并将其命名为镭补水，上架出售。而这个水跟核废水是一个道理。当时威廉把自己包装成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，并花重金吹捧自己的镭水，把一瓶核废水硬生生包装成圣水，引得人们争相抢购。但由于镭的提取成本非常高，导致了它的圣水价格非常高昂，只有富人才能销售得起。而前面所讲的那个美国富商就是威廉的大客户之一，他叫埃本·拜尔斯，是美国钢铁大王的儿子，平日里喜欢跟朋友比赛高尔夫。1927年夏天，埃本因为一次意外摔伤了胳膊，持续的疼痛让他在高尔夫比赛中总是垫底，这让很爱面子的他非常苦恼，于是他便求助了自己的私人医生。而这个私人医生为了钱，早就跟威廉达成了共识。他直接向埃本推荐了威廉的镭补水，声称这个水能止痛以及加速恢复伤势，更能补充能量。反正有多离谱就吹得有多离谱。也许是心理作用，埃本喝下镭水之后，果然觉得胳膊不疼了，全身也变得更有力气了。从此他就成了镭补水的忠实粉丝，基本上早晚一瓶，一天不喝浑身难受。即使镭补水价格高昂，但自己完全消费得起，也是物超所值。一段时间之后，埃本发现自己开始不对劲，自己明明每天按时早晚一瓶，但是现在丝毫感觉不到一开始的那种效果，甚至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越来越虚。但是他还是一度觉得是自己没有休息好，直到有一天他感到自己头昏脑胀，浑身的骨头都在隐隐作痛，他才停止了服用。找来私人医生却只诊断为鼻窦炎，简单敷衍2句就过了。当然这也不能怪医生不负责，因为当时人们不懂核辐射的危害，即使是顶级医学专家对埃本进行全身检查也不一定查清病因，所以埃本也只能硬扛着。刚开始埃本还能扛得住，但随着他的身体被不断腐蚀，那种彻骨的疼痛感越来越明显，疼得埃本根本无法入睡，只能通过服用止痛药来压制痛感。除了疼痛之外，埃本的牙齿也开始一颗颗脱落，正如他的生命一样，已经进入了倒计时。日本人长期饮用核污水后的最终结局是什么样的？上集我口误把污读成废，导致被喷了。但不管是废水或者是污水，排了就是排了，并不是说污水就没事。而今天的内容呢，美国男子喝的确确实实是核污水。1932年，美国富商埃本连续喝了4年含有核污染的水之后，下巴忽然脱臼，去医院拍 X 光检查，才发现下颚骨早就变成了马蜂窝，压根就没法治。察觉不对的埃本赶紧做了全身 CT， 检查结果更是吓坏了所有人。他全身的骨头都出现了多处马蜂窝状的洞，全身在 X 光片里出现了多处阴
阴影。当时医院给出的结果是多发癌症，通俗点来讲，就是埃本全身几乎每个部位都患了癌，已经谋得高了，只能回家准备好棺材。没多久，埃本的下巴就彻底脱落，连流食也吃不了，只能插着胃管靠营养液续命，整个人也越来越消瘦，头发也掉光了。人是活着，身体却开始坏死。曾经意气风发的土豪，现在变得3分像人，7分像鬼。没多久之后，埃本就彻底离开了这个美丽的世界。在那个年代，埃本的病例也是首例，医生学者用尽手段想搞明白埃本的病因，但是当时的科学以及医疗水平压根就查不到辐射头上。没过多久，随着越来越多的病例开始陆续出现，这个病也开始在社会上引起人们的关注。最后经过重重困难，人们才查出镭元素是这一放射病例的真凶。虽然不知道原理，但是人们纷纷开始抵制镭，一夜之间所有镭元素的物品跌落神坛，而生产镭产品的商人也被舆论吞没。其实威廉也不知道镭会导致到最终这种结果，他一心只想搞钱，只是出来做生意的，压根就不愿意承认埃本的死跟他的产品有关，甚至多次当众喝下自己的镭补水，试图自证清白。但事情发展到现在，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了。到了1949年，这个无良商人也病逝，他挣了那么多，最后也是被癌症带走。而到了这里还没完，1965年，来自麻省理工的物理学家罗布利想要研究镭对人体的影响，但是却又找不到合适的研究对象，于是便向上级申请将埃本从坟墓里挖出来，为科学做点贡献。当时距离埃本下葬已经过去了33年，当时挖出来的只有一堆千疮百孔的骨头。而令所有人震惊的是，埃本的残骸重见天日之后，依旧散发着淡淡的绿光，甚至还在微微发热。最后罗布里通过实验得出结论，埃本的残骸的确还在散发辐射。据推算，残骨上的镭含量约为30微克，这剂量足以杀死3个成年人。而辐射的半衰期长达1600年，埃本的残骨显然不能再埋回去了。最终，埃本的尸骨被收进了能隔绝辐射的特殊棺材，永远的被放在了生化隔离室中。可能很多人觉得辐射有害不应该是常识吗？但是在1个世纪之前，几乎所有人连辐射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们只不过是替我们试错了而已。但现在有些人在先人的教训下还不知悔改，已经开始往海洋倒入100万吨核污水，这里面几乎都是强放射性元素。一些杠精就别杠了，如果真的自己认为是无害，那么你去喝，每天洗脸、刷牙、洗澡都用。不过如今日本人差不多也喝了1年多的核污水，估计快出事了。当然了，不管他们怎么样，都与我们无关，就是怕他们入土之后尸骨发热，加剧温室效应，加剧全球变暖。这帮倒霉仔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再见，祝你们牛逼！